伯业的眼中有着后悔之色浮现。若是早知小暗天族有此谋划，就真的应该尽早通知各大天域队伍，然后将其阻拦暗天族。如今这神吞化戒阵已成，他们几乎是再无翻盘的机会了。此时此刻，萧炎、灵动、沐尘、李颖等人的面色也是极为的凝重，他们眼神不甘地望向远处天地间的光阵结界。他们好不容易才走到古元界的核心区域，眼见到10道祖气主脉就在前方，可却被暗天族完全的隔绝了希望，这如何能够甘心？如今已经有着更多的势力人马，浩浩荡荡的一个接着一个的出现，几乎已经有着古元天中所有的各大诸天队伍人马掠上山巅，面露震撼与恐惧的望着远处，紧接着满心的彷徨失措。就在各大诸天的大部队彷徨失措的时候，远处那座覆盖天地的光阵之中，有着一些动静传出。只见的空间扭曲，有着一座座巨大山岳竟然若隐若现而出，而在这一座巨大的山岳之上，竟有人影浮现，然后戏谑地望着各大诸天队伍的所在。四世也知晓，他们也察觉到了各大诸天队伍的到来，旋即在那光阵中的一座山岳之巅上，一道身影开始浮现而出，目光淡漠地望着他们的方向。萧炎、灵动、沐尘、李颖等人也是锁定了浮现出来的那道身影，即便是隔着如此远的距离，他们依旧从那道人影身上感受到了一种难以形容的危险气息。那道身影身穿一袭玄袍，负手而立，他的眼瞳深邃如星辰，散发着莫测气息，眉心间的竖纹隐隐有着淡淡的光芒掠过。此人似笑非笑地盯着萧炎他们等人的所在位置，然后淡笑出声，其声音回荡天地之间：各大诸天域的朋友们，我为你们准备的这份大礼，喜欢吗？伯业眼神紧紧地盯着那道一袭玄袍身躯的男人，银牙紧紧一咬道：此人就是暗天族的暗令，也是暗天族最强的1号人物。闻言，萧炎、灵动、沐尘以及李颖眼神都是微微一凝，此人的确给他们也带来了一种极大的压迫感。即便是李颖最强主宰巅峰大圆满的底蕴实力，都是感觉到了一股危险的气息。看来这隐士的5大强族之首的队长十分的强大无比。不过面对着暗令这般戏谑般的问话，并没有任何人回话，皆是以冰冷的目光将其锁定。但是暗令对此显然并不在意，他从来就没有看得起过各大诸天域的人，就算是混元天的紫霄域和武神域也看不起，唯一能够入他法眼的也只有天渊域了。这一次的诸天气运之争，他率领着暗天族根本就没有参与各大诸天之间的战斗，虽然有着一些争斗，但是并没有真正的出击，那是因为他们正是为这座光阵做准备的缘由。你们真是有一点无趣。暗令笑着评价着各大诸天域的队伍，看来你们还没彻底的崩溃是吧？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再给你们表演一下。下一刻，暗令则是轻笑着伸出双手，似乎在结印一般，瞬间这片天地之间顿时有了巨大的变化。只见的大阵深处犹如是星空变幻，一个巨大的黑洞缓缓凝现，黑洞中散发出一种恐怖无比的伟力。在那种可怕的伟力之下，在这古元天核心区域之中掀起了惊天地的动静。萧炎、灵动、沐尘以及天渊域的领头人李颖，他们都是能够隐隐的看见，那一片一望无际的海域之中，大海竟然被彻底的撕裂开去，海底藻中有着无边无尽的古老祖气开始升起，隐隐间似是有着一股无法形容的力量，抓住了不可见的巨龙一般。还有着其他地方也同样有着看不见的巨龙在不断的挣扎，他们实在发起抗议，挣脱这道光阵。深渊撕裂，祖气升腾，那一道道处于古元天核心地域之中的地形被无尽的破碎，刚好是有着10处。很明显，在那之下必定隐藏着10道祖气主脉，而如今10道祖气主脉皆是被高空上那道黑洞所震慑住，源源不断的祖气开始升腾而起，汇入那黑洞之中。这暗天族已经在开始捕获10道祖气主脉了。这一幕落在各大诸天域的无数人眼中，顿时引得他们眼眶欲裂，有人忍不住地发出了绝望而不甘的厉笑声。局面有点失控了。然而莫说是他们，就算是李颖、武费、紫衣琴他们，都是握紧了双拳，额头之上有着青筋浮现。面对着这种绝境所带来的震慑，就算是天渊域的李颖也不知道究竟该怎么办了。那座大阵所散发的恐怖伟力，让得他们根本就不敢靠近一丝一毫。暗令笑眯眯地望着各大诸天大部队这边所升腾的绝望气息，然后挥了挥手道：都管吧，这10道祖气主脉，你们是别想沾染了。趁现在我们无暇顾及，去找点其他残余的祖气之脉，或者是古元天中的一些至宝吧，也算是弥补一点损失。李颖等人皆是气得浑身发抖，不过他的话倒的确是有些作用。各大诸天中有一些队伍已经在这绝望之下，准备打算各自离开，去找寻那些残余祖气之脉和一些至宝。毕竟大头得不到，小头的总要得到一些吧。武神域、紫霄域以及万寿天等诸多队伍队长望着这一幕，也是面露难看之色，但他们不知道应该如何阻拦这样的局面。然而就在众人开始茫然失措的时候，萧炎的身影一闪，迈动脚步走上前来，其目光遥遥地盯着那暗天族暗令的身影，脑海中似乎在想着什么事情一般，而后缓缓地开口道：这么想要我们离开是吗？还是说你在担心什么？听着萧炎的话语，那暗天族的暗令脸庞上的笑容收敛了一分，双目微眯地盯着萧炎，似是很感兴趣地回道：
担心你们这些蝼蚁能给我们造成什么破坏吗？萧炎望着暗令，好一会儿后，才把目光转向那座笼罩天地的神吞化界阵。然而在萧炎的眼瞳之中，有着绚丽的火焰在急速的流转，引得他的瞳孔都是变得神秘起来。你应该是在担心，你们这道光阵还不完整，依旧还存在着一些缺陷吧？萧炎的话传入各大诸天天域的无数道之人的耳朵之中，而这些人的目光望着萧炎的身影，隐隐间开始有些茫然起来。就连刚刚一些想要放弃这里的祖气主脉之人，也停下了脚步。而李颖、武费、紫翼琴和王熙等一众顶尖强者的眼睛，则是开始睁大，有些难以置信地望着萧炎这边。光阵之内的巨大山岳之巅上，暗天族那1号人物的脸庞之上，那玩味的戏谑笑容，也是在此刻一点一点地收敛了起来。当萧炎的声音在这片天地之间响起来的时候，顿时引来了无数道震惊的目光。紧接着，震惊之色又演变成了一丝丝的惊喜之色。各大诸天域中的队伍人马，皆是眼神期盼地望着萧炎的那一道黑袍身影。在这种绝境般的时候，萧炎能够说出这样的话，无疑是再度给他们带来了一丝的希望。无愧是他们的大部队总指挥。萧炎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武费、紫衣琴等人忍不住地望向了萧炎，他们目光灼灼地投射而来，却是无意识地压低了呼吸之声，生怕将那悄然到来的一丝希望给吓跑了一般。面对着众人投射而来的奇异目光，萧炎盯着远处那座笼罩于天地间的光阵结界，旋即平静地出声道：“这座光阵结界中的强大伟力，的确超乎了我们的想象。不过这手笔应该不完全是出自于你们暗天族的手段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能够催动这种光阵结界的力量，可不是你们暗天族能够施展的。或许你们暗天族还只是他们眼中的棋子而已，所以能够催动这种手段的，唯有你们背后的神秘势力吧。不过可惜，就算你背后的神秘势力，恐怕也没办法彻底的催动这完整的神吞化界阵，因为毕竟想要彻底的催动，就必须有着诸多最强主宰巅峰的强者一起联手，再加上一位神奇方，才能够将此光阵的力量彻底的发挥出来。而这一次的古元天之中，可没有一位强者达到神指境的神之领域，最强的也只是达到了准神境而已。所以就算你背后的神秘势力很强大，但是也没有人能够踏入神之领域。虽然利用了准神之力的灌入，能够催动这道光阵的力量，但是却无法激发光阵的完整力量。说到这里，萧炎的声音顿了一下，然后接着说道：“所以眼前这道光阵并不是真正的完整光阵，它还有着缺陷。这种缺陷就是缺少了真正的神之力量，不然它也不会叫神吞化界阵了。而你作为其背后神秘势力的棋子，应该也非常的清楚这些缺陷的所在，所以你刚刚才会试图的以言语打散我们各大诸天队伍人马的士气，令我们主动的退去。或许其他人没有发现这座光阵的端倪，而他萧炎本就比较谨慎，所以利用强大的主境灵魂在窥探这道光阵的时候，便是发现了一些异样之色。萧炎的目光环视着周围，望着那诸多目光，继续说道：“简单点来说，你们暗天族作为他们的棋子，精心所布置的光阵结界，并非是真正的铁壁铜墙。我们各大诸天的强者，依旧还有着机会可以夺取祖气主脉。”当萧炎此话落下之时，各大诸天中无数人马顿时眼中涌起炽热之意，先前眼中的不甘与绝望，渐渐地变成了浓郁的战意。说到底，他们也不甘心就此退去，他们也是付出了非常多的代价，才走到了这里。如果就这样离去，必定会有着遗憾。能走到此处的强者，大多的人都是心性坚韧之辈，他们不怕战死。虽然眼前这道光阵结界所散发出来的伟力的确恐怖至极，这股伟力足以让得他们心生绝望之感，可刚刚萧炎的这一番话，却是将他们这种绝望之感都抹平了。此时，李颖、武费、紫翼琴等人感受着那再度升腾起来的战意，也是如释重负。如果真被那暗令三言两语便是瓦解了他们这边众多人马的士气，那此次他们回了各自的天域，真是不知道应该如何交代了。只是萧炎又如何看出这座光阵中所存在的那些缺陷呢？这种由一位神奇以及诸多最强主宰巅峰联合施展而出的大阵结界，极为的复杂。要不是萧炎的灵魂境界达到了主境灵魂，以及光阵没有神之力量的灌入，在这种机缘巧合之下，才碰巧的发现了其中的一些端倪之处。如果这光阵结界有了神之力量的灌入一起催动的话，就算萧炎的灵魂修为达到主境，恐怕都无法找出这完整光阵结界的缺陷之处。灵魂修为虽然不是主流的修炼之道，但是萧炎在这不是主流的修炼之道上也达到了如此的造诣天赋，足以说明萧炎不仅对元气的修为有着更强的天赋，对于灵魂的修为也同样有着极高的天赋。而想要同时将这两种修为达到这等极高的修为之下，几乎在第二等级世界之首的天元界中都不会超出现双手之数。毕竟灵魂的修炼比起元气的修炼更加的困难无比，所以萧炎为什么会如此的强大可怕，就是因为他的天赋远远超出了无数天骄，才成就的如今的自己。在对战比自己强大的对手之时，却是有着能够越级挑战的实力。在萧炎的目光锁定之下，那巨大山岳之巅上的暗令面色看不出喜怒，他的眼眸似是有些饶有兴趣浮现出来，望着萧炎道：“你叫萧炎是吧？听说你不是天元界的人，好像是来自下等级的世界之人，没想到你竟然不输天元界这第二等级世界中的那些天骄。既然你已经发现
那么我也不隐藏了，你说的没错，这座光阵结界的确尚未真正的完成，与你所说的一样，缺少了真正神之力量，所以无法彻底的催动神吞化界阵。不过对付你们，就算没有完整的光阵结界，我们依旧能够夺取10道祖气主脉。暗令也不再隐瞒，也是主动的承认了下来。不过你说的我们是什么棋子，怕是你就错了。我与他们达成了一致的合作，只要这一次的计划成功，他们就让我们成为天元界之中的最强顶尖势力，到时候就连天渊域也会踩在我们暗天族的脚下。说到这里，暗令的目光看向了不远处的李隐身上，后者的确非常强大，就算是暗令也在李隐的身上感受到了一股令他都忌惮的气息，而李隐的目光也投射了过去，两人四目相对，一股可怕的能量似乎充斥着这片空间。与李隐相视了片刻之后，暗令便是微微偏头，再度看向萧炎，喃喃说道：你分析得很准确，我先前的确是打着将你们各大诸天队伍人马劝退的心思，是因为我不太想冒这个险，但眼下已经被你看穿光阵的缺陷，你还真是聪明啊！你们想知道我不想冒这个险的概率是多少吗？然后暗令则是伸出一根自己的手指头道：10%。你们想要攻破神吞化界阵有着10%的概率，而剩余90%的概率，你们各大诸天的大部队会全部的陨落于此。此时各大诸天的大部队人马脸庞之上的喜色收敛了一丝，无数人面面相觑，神色微微有些沉重起来。而还没等萧炎说话，灵动的身躯一动，出现在了萧炎的身旁，脸庞上带着一抹冷意之色。危言耸听，在我灵动看来，破了你们这光阵结界的概率则是有着50%。就在灵动话音落下之际，身后的诸多队伍人马都是齐齐出声。就算是10%又如何？我们各大诸天队伍肩负着诸族未来走到古元天的核心地域，别无他求，只求能够获得属于自己天域的祖气主脉，仅此而已。你们这些人竟然想要夺取所有的祖气主脉，真是令人憎恨。暗天族，今日我们各大诸天队伍联合，也要击败你们。下一刻，磅礴强浩瀚的元气自他们的体内爆发而出。如今来到这里的人马，皆是达到最强主宰的修为实力，强大的元气底蕴，引得天地间都开始微微的动摇起来。强大的浩瀚气势，仿佛是无可畏惧一般，对着一部分强者开始爆发出惊人的元气。其余的各大诸天人马，无数道目光也是渐渐的变得坚定起来。击败暗天族，一道道低沉的咆哮之声彻底的响起，震耳欲聋，汇聚成庞大音波斗技一般，冲上天际，将那天空中的云层都是给震碎开去。暗令的面色微微一变，望着这一幕，眼眸的深处有着一丝冷酷之意在流动，然后冲着萧炎淡笑一声道：50%的概率，呵呵，真是无知者无畏。既然如此，那么接下来他们的死都将会算在你的头上，到时候我会暂时先留你一条命，让你帮他们收尸。哈哈哈。对于各大诸天的队伍势力，说实话，暗天族的领头人暗令并没有放在眼中，对方的战意在他看来只是弱者对强者绝望时的咆哮而已。暗令的身影渐渐地消失在光阵之中，不带情感的声音回荡在天地之间：带着你的大部位人马放马过来吧，这一次的诸天气运之争，我们暗天族才是最后的赢家。哈哈哈。不过就在暗令的声音落下之时，只见的那座笼罩与天地间的光阵结界突然有了剧烈的变化，空间都开始剧烈的扭曲起来，其中有着不通画面之间的变换，其中那杀机的涌动开始变得令人心神皆颤。萧炎、灵动、沐尘以及李隐望着这一幕，嘴唇也是轻轻的抿了起来，眼神变得更加的凌厉。他们都是知晓，在此时这道神吞化界阵便是真正的被启动了，最后那10道祖气主脉的归属也得看这一场破光阵之战了。随着神吞化界阵的启动，那庞大的光阵之内，一座巨大山岳之巅上，暗天族的暗令负手而立，神色淡漠地望着那开始扭曲折叠变化的空间。暗令队长，看来你这言语退敌的计策好像失败了呀。然而在暗令身后忽有笑声传出来，然后暗令微微的偏头，便是见到数道身影出现在后方之处。这数道身影浑身皆是散发着极为恐怖的元气波动，赫然都是达到了最强主宰巅峰的层次，而他们正是暗天族背后的神秘势力圣族，不过如今应该称之为先天族。而这些身影之中，就是此前与沐尘有过一战南冥古圣以及其他古圣。不过在南冥古圣的身边，似乎又多了一位令萧炎、灵动、沐尘都极为熟悉的面孔，而他就是比南冥古圣更强大，也是在先天族中仅次于先天神的存在泰米古圣。泰米古圣的气息竟然比起之前更加的强大，似乎他的实力又有所突破了。就算是暗天族的1号人物暗令都感到了一股忌惮之感，看来泰米古圣的实力已经超脱了主宰巅峰之路，已经达到了更高的领域境界了。我就说你多此一举吧，这炎帝的实力不仅强大，灵魂修为也是极高，光阵结界中的缺陷被识破也是意料之中。此次的诸天气运之争，我们先天族一直击杀了各大诸天强大的强者，
并且在他们的身上夺取了非常多的祖器之宝。如今能够进入古元天核心区域的也只剩顶尖队伍了。不过这些都是蝼蚁，不会对其我们造成影响。但是其中的炎帝、巫族、木主这3位恐怕是我们先天族的最大阻碍。不过巫神的计划绝不能失败，这一次必须完成，不然的话，你们暗天族就做好陪葬的准备吧。泰米古圣那低沉的声音传入暗令的耳朵之中，后者的身躯都是一颤，因为在泰米古圣所散发出来的气息，直接是完全压制住了他行动。看来这些人的确非常之强。不过我们之间既然达成了合作协议，只要巫神的计划完成了，那么你们暗天族就会成为天元界最强的顶尖势力。泰米古圣再次补充说道。听到泰米古圣的这番话语，暗令才对其拱手道：多谢大人，希望我们之间的合作是非常愉快的。泰米古圣咧着嘴一笑，只是这笑意中有着让人不寒而栗的感觉。大人，你交给我们的任务便是保证此次的神吞化界阵能够吞噬掉10道祖气主脉，此事极为的重要，我们暗天族绝不会出现差池，请大人放心。暗令对其拱手淡淡的说道。他嘴中的大人乃是泰米古圣，其实力已经超脱了主宰巅峰之路，就算是暗令最强主宰巅峰大圆满的实力，恐怕也不会其对手，只能完成与他们之前达成的合作任务了。不然真的到时候惹怒了先天族的这些强者，恐怕暗天族没一人能够承受得下来。因为与他们合作的这段时间里，暗令也发现了先天族极为的强大，可不是他能够对抗的。明白就好，我也不想看见什么阴沟里翻船的事情发生，所以只能够确保完成任务，这也是你我双方最好的选择。泰米古圣看了一眼暗令，喃喃地说道：大人，此前你称呼为炎帝的那个人极为的聪明，我的这计策也是被这人给看穿了，倒是有点出乎我的意料。暗令回想起萧炎的那一系列的操作，真是令他这位最强主宰巅峰大圆满的强者都是为之感叹。而且那炎帝说他有50%的概率能够破得了这道神吞化界阵。此时先天族中的另一道古圣开口说道，他的双瞳呈现血红之色，宛如是2个血红的漩涡，显得极为的诡异。泰米古圣闻言轻笑一声，声音都变得微微低沉起来，真是痴人说梦。其他的先天神族古圣也是笑出了声来，笑声中满是讥嘲。这道神吞化界阵即便还未完整，但也是他们先天神族的主宰巅峰强者联手催动，奥妙无穷，就算是他是炎帝，恐怕都难以破除这个神吞化界阵。毕竟这神吞化界阵中还有准神之力，所以任何人都无法破开这道大阵。如今神吞化界阵已经启动了，吩咐你们所有的人马准备开始入驻防守，我们先天神族的人也分散于各处关键的节点处。泰米古圣对着暗令吩咐道。见到这位先天神族的2号人物开始发话，暗令也不敢怠慢，直接对着自己队伍的人马发布着命令，而后方不断的有人领命而去，身影也开始逐渐的消失在这次空间。而暗天族的暗令也带着自己的诸多人马进行他们的计划行动。望着暗天族人马的离去，先天神族的几位古圣出声道：如今光阵扭曲折叠空间，已是固若金汤，虽说其中有缺陷之处，但我并不觉得各大诸天中的人马能够窥破。而如果对方不能窥探出这些缺陷破绽之处的话，届时选择了胡乱进攻，那么不管这各大诸天来了多少人马，也将会全部陨落于此。呵呵，接下来我们就在此处看一场好戏吧。泰米古圣笑盈盈地望着那光阵之外，看看这各大诸天中的人马究竟是如何撞得头破血流。到那个时候，绝望之下的他们应该会将怒火迁移给炎帝吧，真是越来越期待了呢。对了，王无天那边的进展怎么样了？旋即泰米古圣便是转头看向其他古圣，喃喃道：王无天那边的计划非常顺利，根据巫神的吩咐，已经将各大诸天中的大尊暂时都封印在那一处空间里。此时其中一位古圣便是回答道。闻言，泰米古圣的脸庞之上又是出现了一丝笑容出来，只是这笑容极为的令人汗毛竖立。很好，只要将这些诸天中的大尊级别人物暂时困住，基本上在古元天之中已经没有任何人可以阻碍巫神的计划。叫王无天务必完成最后阶段，只要困住这些大尊，巫神的计划就会彻底的成功了。到时候整个天元界又将会成为我们先天神族的统一领域，让各大诸天中的势力全部成为我们先天神族的奴仆。哈哈哈！想到这里，泰米古圣开始大笑起来，因为这一刻他们这些先天神灵已经盼了非常之久了。当年要不是祖龙阻止他们先天神族，恐怕他们早已经是天元界的最强种族了。不过那位王无天似乎在那处空间击败了所有的大尊，并且还吸收了各大大尊的全部修为，看样子想要突破准神境，一举成神。这时候一直没有说话的南冥古圣转头看了看泰米古圣说道，但是泰米古圣并没有出现慌张的神色，或许泰米古圣也早已经知晓了王无天心中的想法，
就算王无天真的在古元天之中一举成神，也不会对他们先天神族造成什么威胁。毕竟，只要这个计划一完成，他们的无神将会彻底的成为天元界的最强之神。到时候，恐怕王无天已经达到神之领域，怕也不是无神的对手。届时，让已经成神的王无天归顺他们先天神族，不乏也不是一件好事情。随他吧，毕竟这王无天本就是散修人士，背后没有一点的势力。虽然其天赋极强，连我都有些佩服此人。只要不是影响到我们无神计划的话，就任由他吧。太迷古圣对于王无天的行为并不排斥，毕竟此人的心性很符合自己的审美，还想着这一次诸天气运之争结束后，想让这王无天成为他们先天神族的得力助手。到时候，他们的无神将会带领整个先天神族走向辉煌之路。萧炎兄，我们破此阵真的有50%的几率吗？一处山巅之上，天渊域的李颖也不置可否地望着眼前的这位黑袍身影，因为毕竟就算是他，也无法有足够的信心破除这道神吞化界阵。萧炎则是缓缓说道：“能否破得了此阵，靠的不是任何一个人，而是各大诸天所有人的决心。这一场战斗本就凶险万分，我们唯有勇猛向前，才能够在那绝境之中博得一些生机。”萧炎也并没有直接回答李颖的问题，因为这没有多大的意义。所谓的50%几率，的确只是为了安抚人心而已。而若是所有人都抱着那搏命之心，一起联手破阵，也并非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武费以及紫翼晴等混元天的顶尖强者也是冷静了下来，他们的目光投向远处扭曲空间所形成的天壁道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做？言语间已是有了一些信服。显然萧炎此前的表现，让得他们这些顶尖势力的队长，在这一刻也都是彻底的开始认可了。萧炎的目光凝视着远处，说道：“接下来自然是所有人联手进攻这道光阵，破坏暗天族背后神秘势力的计划。不过这道神吞化界阵的威能已经形成，其中的力量极为的恐怖。若是胡乱进攻的话，即便是我，恐怕也会顷刻间被光阵中的恐怖力量所抹杀。我们唯有窥破大阵的破绽所在后，入侵大阵，再不断的破坏其结界的节点，这才能够真正的将此光阵给彻底的破坏。”李颖、武费、紫翼晴等人也是点了点头，他们同样察觉到那光阵之中涌动的力量。说句实话，那并非是他们所能够抵御的。如果不是这道光阵的主要作用是针对10道祖气主脉，就算这是一道残阵，他们任何人都不敢靠近一丝。如果一旦靠近，这些主宰巅峰的存在也可能瞬间被抹杀得一干二净。那萧炎兄知晓这道光阵破绽的位置吗？王熙此时也期盼地问道。无奈萧炎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还真当我是无所不知呢。这好歹也是诸多最强主宰巅峰的顶尖强者，以一位准神强者为首而催动出来的结界。我若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能够直接看出其中的破绽位置所在，那么我还会说只有50%的把握吗？”王熙以及其他万祖域以及乾坤天、五行天等队伍人马也有些傻了眼。连萧炎兄都看不出破绽的话，那还怎么玩？萧炎也没搭理他们，而是在那山巅之上盘坐了下来。双瞳的深处有着绚丽的火焰在流转，凝视着远处那道扭曲天地间的庞大光阵结界。